蒙莫朗西在树林里找到了养女伊迪丝，她果然没死，带着信徒们从大火中逃生，成为民众广泛传颂的神迹。大家好，欢迎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我是吉利波。今天给大家带来《毒蛇王后》第2季的第3集。蒙莫朗西找到了养女，欣喜之余又对那些不断慕名而来的信徒感到担忧。这些新教信徒不断制造针对天主教堂的暴力事件，传播不利皇室的言论，迟早会带来大麻烦。但亲身经历了暴力纵火的伊迪丝充满了愤怒，他坚持认为以暴制暴是唯一的方法，声称如果这会引起皇室的镇压，那就看看上帝站在哪一边吧。上过战场的蒙莫朗西认为，任何暴力都是以平民的性命为代价的，所以最好不要把事情扩大到必须用暴力来解决。他提出把弗朗将军送上法庭，用一场公正的审判来平息此事。伊迪丝嘲笑养父简直幼稚的可笑，这世间从来就没有不争取就能得到的公平。既然养父坚持，那就姑且一试。在这树林里的人群中，陪嫁女佣里顶替了裁缝位置的异教徒美女，正在焦急地照顾着被严重烧伤的小学徒马蒂斯。不论他怎么劝说，小学徒都不肯离开，因为伊迪丝告诉小学徒，只要诚心的祷告就能得到救赎。异教徒美女希望伊迪丝能够告诉小学徒去看医生，否则伤口继续恶化下去会危及生命。没想到伊迪丝拒绝劝说，冷漠地表示死也是一种解脱，而且威胁如果敢擅自带走他，那就等着被惩罚。这让陪嫁女佣很无语。伊迪丝黑化的可真快。正当异教徒美女不知所措，药剂师女儿跟着戴安回了宫殿。她来到树林找术士询问异教徒美女的下落，并诉说后悔当年的背叛，想重新回到凯瑟琳身边。术士告诉她，只有变得不可或缺才能得偿所愿。说完塞给她一把草药，果然都是一起陪嫁来的，感情深厚啊。当时凯瑟琳从佛罗伦萨的教皇叔叔那里挑选了5个人：异教徒美女、药剂师女儿、侏儒修女、术士，还有裁缝。裁缝被怀疑杀死太子而被车裂，侏儒修女在上季末因为刺杀蒙莫朗西失手后而选择离开，药剂师女儿背叛了凯瑟琳，投靠了戴安。现在凯瑟琳身边的陪嫁来的老人也就剩下了异教徒美女和术士了。凯瑟琳正在拉西玛的陪伴下埋头吃着早餐，完全对故乡优美的风光视而不见。拉西玛问女王，为何对故乡没有一丝眷恋？女王坦言，这鬼地方让她一出生就一无所有，相比之下法国更像她的家，所以她希望尽快搞定手头的事儿，回法国去。她来到著名银行家特斯罗奇的宅邸借钱，女王提出贷款修建宫殿，然后由国库偿还。至于国库的钱来自哪里，女王解释，钱来自和英国的贸易，英法贸易协定即将颁布。女王深悉，出售自己没有的东西就等于在钱庄外撒泼，但每次都行之有效，因为女王家族就是开钱庄的。果然对方同意了贷款，但有一个条件，就是让佛罗伦萨公爵，也就是亚历山大·德·美第奇来监督整个项目的进行。这个人大概是美第奇家族的北非远亲吧，说错，是近亲。亚历山大自称是凯瑟琳同父异母的哥哥，凯瑟琳对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哥哥颇感意外，同时满身心的抵触。说实话，我都看抵触了。看美剧要没个黑人就没法拍了，是吧？ Oh my God！ 哎，继续。在得知法国想磋商贸易协定，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匆匆来找被囚禁在塔里的玛丽。被凯瑟琳骗回来的玛丽处境凄凉，不仅从此与法国王位失之交臂，还被苏格兰的贵族推翻，逃到英格兰后被伊丽莎白关在了塔里。面对这个强势的表亲，玛丽小心翼翼地谨言慎行，一边抱有希望，一边充满畏惧。对方显然是为了法国这个美第奇皇太后来的。他问起这位法国实权者的信仰，玛丽解释自己这个前任婆婆没有宗教信仰，她只相信她自己，她愿意为她追求的东西做出任何牺牲，她最大的愿望就是保持国家的和平稳定。伊丽莎白得到了想要的答案，转身就走。玛丽忙问，那自己怎么办呢？伊丽莎白草草地丢下一句，当条件允许时就会酌情处理，然后就头也不回地走了。出门，伊丽莎白就告诉莫顿勋爵，为了在贸易协议中迫使法国做出最大限度的让步，在法国挑起宗教战争，让这个美第奇家族的女人接受英国提出的贸易条款。
至于这个苏格兰表妹，等时机成熟就直接砍了脑袋，留着也没用。很快，胡安娜就在莫顿勋爵的引荐下见到了正在皇宫里打锤球的伊丽莎白，这装束妥妥的一个《爱丽丝梦游仙境》里的红桃王后。伊丽莎白张口就夹枪带棒的把火烧新教教堂的事儿问了个遍，然后就拉着胡安娜去逛街，唯独不谈贸易协定。胡安娜只敢小心地应付着。安茹王子和一群贵族纨绔外出打猎，路上扯着闲篇儿。当他们经过一群伐木的农民，有人大喊王子就是基佬，而且还冲安茹扔了一团烂泥砸在脸上。看着对方人多势众，安茹只能充满羞辱地逃跑了。回到皇宫，兄弟姐妹们正在花园里玩耍。安茹怒气冲冲地抱怨自己被烂泥糊脸的遭遇。查理九世觉得好笑，安茹希望国王哥哥帮自己杀几个人泄愤。这个话遭到所有人的鄙视。姐姐伊丽莎白教训弟弟，要行为得体才能得到别人的尊重，气得安茹大声争辩。皇室众人就是不劳而获的窝囊废，与其奢望得到尊重，不如制造恐惧来的实在。看到大家都不想插手，安茹决定自己想办法报仇。没想到国王哥哥警告他不准去，而且还要保持皇家礼仪才能离开。安茹几乎崩溃地向哥哥行礼告退。这一闹以至于养母戴安回到皇宫，安茹都没有出现。大家热情地欢迎了这个曾经比母亲还亲的女人。安茹独自跑到教堂向上帝寻找安慰。吉斯家的主教趁虚而入，颇感同情地表示，如果其祖父在世，一定会烧掉整个村子，这我倒是相信。想起第一季老国王弗朗索瓦因为搜出一张带有侮辱性的纸片，就不问青红皂白的让两个儿子杀了马夫全家。安茹听到吉斯公爵这么说，有些动容，但接下来主教话锋一转，认为此事就是新教徒干的。安茹马上起身敬而远之。吉斯主教凶相毕露地警告安茹，王权神授，瓦鲁瓦家的皇冠都是由他红衣主教亲手给戴上的。如果哪一天国王必须在弟弟的异装癖和民众的愤怒之间进行选择，吉斯主教的态度将会决定安茹的生死。这席话让涉世不深的安茹颇感惶恐。正当吉斯家的这个老狐狸欺负梅妈在身边的小雏鹰欺负得过瘾时，戴安走了进来。主教赶紧夹起狐狸尾巴，一边打招呼一边暗讽戴安的失事。可戴安是谁啊？当年独揽圣宠的时候，吉斯家两兄弟都只有排队巴结的份儿。戴安轻描淡写的就给怼了回去，招呼安茹和自己离开教堂。出来他就警告安茹不要受吉斯家的蛊惑，然后安慰安茹，不论他喜欢做什么都无可厚非，但仅限于私人空间，在公众场合就要维护皇室的尊严，维护父亲亨利二世以及祖父弗朗索瓦一世的荣誉，要听母亲凯瑟琳的话。一席话就让安茹豁然开朗。看到这儿，忽然对戴安充满好感。有戴安坐镇，对于无法分身的凯瑟琳来说，这个后方算是稳了。可是有些事儿真是防不胜防。波旁家两兄弟终于在牌桌上棋逢对手，这个年轻的亨利把老爹和叔叔都打得丢盔卸甲。这时胡安娜来信，称贸易谈判一切顺利，但希望波旁两兄弟中的一个速速去英国。胖子认为这要等凯瑟琳皇太后回来以后再去，因为自己答应过他不能私下达成协议。不过年轻的亨利认为波旁家就应该先斩后奏，不仅可以捞到好处，还可以把吉斯家排除在外。至于凯瑟琳皇太后，当生米煮成熟饭，想必他也无可奈何。不过为了让吉斯家不发现此事，就让老爹去勾引吉斯公爵夫人好了。老爹一脸诧异地看着儿子，他怎么会知道这事儿？自己这么私密的事儿都被儿子知道了。儿子解释道，装傻的好处就是会发现很多鲜为人知的事儿。这一番超出阅历的见识让胖子叔叔深以为然，马上安排动身前往英国。安托万还真的按照儿子的安排就去找了吉斯夫人，这对老情人一拍即合。凯瑟琳收到女儿玛格的信，本来想马上安排回国，没想到非洲哥哥不请自来的邀请凯瑟琳去参观他出生的庄园，没想到凯瑟琳竟然兴趣盎然地接受了。
另一边，亨利九世连洗个澡都洗不安静。蒙莫朗西要求查理马上抓捕弗朗索瓦将军，波旁家的胖子则来请示前往英国谈判。查理本来想坚持等到母亲回来，但经不起两个人的一通软磨硬泡，最终答应了两人。玛格对弗朗将军充满了好感，没想到却眼睁睁地在花园里看着弗朗将军被抓走。安茹再次和小伙伴们到树林里去打猎，唱着绿袖，带着猎物满载而归。谁知在路上又碰到了一群新教徒，安茹吸取教训，想快速离开。谁知为首的老人开始向安茹传教，死缠着安茹不放，声称可以给安茹洗去罪孽，并且满脸真诚地说了一大堆蔑视皇权的话。加上小伙伴们在旁煽风点火，安茹再次被激怒了，她佯装下马接受洗礼。Are you ready to be born again? The Holy Spirit, let your sins be washed away! 反手就把老头淹死在湖里。这时，一个年轻人抓起石块，把小弟弟弗朗索瓦打晕落马。小伙伴上去就把年轻人给杀了，这下事情闹大了。好的，本集剧情就聊到这儿，谢谢大家光临露天电影院，欢迎大家点赞关注，并在留言区与我们交流互动，我们下期见。